只能告诉我老公，我老公还跟我离了婚，那这是凭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谁能告诉我？我要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付出他的代价。我问完了。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吧。被告代理人，你有什么需要询问证人的吗？有。证人夏琳琳，你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吗？不是，我换一种说法啊，你刚刚所说的一切是全部事实吗？他什么意思？是的，夏琳琳没有瞒着咱们的事情吧？你被被告性骚扰，然后失去了自己的工作，失去了家庭婚姻，还吸了毒，去了戒毒所。哎，真的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审判长，被告代理人，问问题不要评价。夏琳琳，这被告除了对你进行了性骚扰，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他还强奸过我。这被告代理人怎么问的？问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。因为他知道没办法证明啊。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？那你能告诉一下大家，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吗？有一回他带我去出差，晚上灌了我好多好多的酒。这样，让我秘书小夏代我喝。然后就非得把我往他房间拉进去，我不愿意进去，然后他非要拉我进去。就是那次我被他强奸。是强奸啊，还是两个人自愿发生了性关系啊？是强奸，是强奸。那个就是强奸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外跑，还是被他拉了回去。我那么求他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，我跟他打我也打不过他，那怎么就不是强奸呢？可是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强奸了你。可他就是强奸，他就是强奸啊！审判长，夏琳琳曾对代理人哭诉，杨伟达曾对她实施强奸，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，但其陈述的事实可能涉及刑事犯罪。且夏琳琳并非本案当事人，我们就没有在法庭上提及，否则我们就不会坐在民事法庭上。所以与本案没有关系的证据，本人建议法庭不予质证。审判长，强奸是比性骚扰更为严重的指控，我现在质疑的就是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和客观性。我的质证和本案有非常大的关联。被告代理人，你可以继续发问。再拖下去就麻烦了，没有人性的东西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夏琳琳，经过几次戒毒所啊？3次。每次从戒毒所出来，是不是要跟戒毒所还有所在社区去签署一份保证书啊？保证以后不会再复吸了。那为什么还进去3次？审判长，被告代理人问的问题和本案没有关系。有关系，我要证明的就是证人一直是言而无信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今天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，我们又如何相信呢？审判长，
众所周知，吸毒一旦成瘾，彻底戒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这和证人的品格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和证人是否说的实话也没有关系。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和证人的品格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我相信法庭会做出非常公正的裁决。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询问。郑琳琳，你提交给法庭的所有的短信记录我都读过了。我想询问的是，这是你跟被告之间的短信往来吗？是的，罗律师不是告诉您了吗？这些短信都是经过公证的。但是他只能证明这些信息是来自于那部送去公证处的手机啊。这部手机是你的吗？那部手机当然是我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为了毒资会把身边所有的一切全部卖掉，也包括这部刚刚提到的手机。我确实卖过它，可是我刚卖出去的时候我就又赎了回来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这部手机又卖出去了，我再也没有杨伟达骚扰我的证据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部手机它不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了，它进过二手市场啊。而且根据正常人的经验，我们在去卖一部手机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前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个人信息全部都删掉，不是吗？我当时太着急换钱了，所以我就忘了抹了。哦，忘了。但是回收手机的这些老板他们会删啊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刷机，刷掉手机里面所有的信息，不是吗？那我刚刚卖出去，我就又赎了回来，他没有时间刷掉，反正这些短信就是留下来了。好的，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是不是全部你跟被告之间的短信交往？算了，难道还有别的吗？咱们不是都为了没有吗？审判长，我方有新的证据要提供给法庭。审判长，举证期限已届满。原告代理人，是你一直强调要让新的证人出庭作证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第99条第3款，申请提供反驳证据，不受在前确定的举证期限的限制。审判长，需要我重新申请举证期限吗？同意当庭提交。审判长，这个是2016年证人和被告之间的短信记录，是经过公证的。你从这个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，证人利用所谓的性骚扰理由，反复地敲诈我的当事人，并且是狮子大开口，一次比一次多。最后一次达到了惊人的100万。书记员，麻烦你把证据给证人出示一下。证人，这些短信是你发的吧？是。杨伟达强奸我以后，他骗我说，他跟他妻子关系并不和，会离婚来娶我的，然后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和他发生关系。可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会来娶我，还把我从公司开除了。我就是想找他要一点精神损失费。审判长，被告方拿出的这些证据，恰恰可以证明被告以谎言欺骗证人和他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。在发生性关系之前，被告曾经对证人进行了长期的性骚扰。不对，这些短信记录最多只能证明他们2个发生过性关系，而在发生性关系之前，到底是谁骚扰谁，谁诱惑谁，谁勾引谁，这还说不准的吧？对方代理人，是你们拿出了他们之间后面的短信往来，我们取得了他们之前的短信往来。这2批短信清楚地勾出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，先骚扰后强奸。你们不能只承认后面的强奸，不承认前面的性骚扰。错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强奸，我们只承认他们2个发生过性关系。至于你刚刚提到的前后2批短信，我想提醒法庭，这2批短信
并不能证明是来自同一部手机。就像我刚刚质疑的一样，证人的手机是经过二手市场的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去通讯公司查过，对方提供的这些短信是没有原始记录的，而我们提供的这些是有原始记录的。证据摆在那儿。被告还有问题吗？有，审判长，被告杨伟达先生他不是一个完人，他没有经受住勾引、诱惑，和证人发生了性关系，这是他不对。但是他当即向自己的太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也获得了自己太太的谅解。我们再反观证人，他居心叵测地去勾引杨伟达先生，并一次次地勒索他，先后从杨伟达先生那儿得到了25万，这些钱全部被他用来吸毒挥霍掉了。事实上，证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。如果不是因为杨伟达先生宽宏大量、不计前嫌的话，早就报警处理了。那样的话，证人也不会有机会像今天这样坐在法庭上大大方方地做伪证。审判长，对方代理人不是在询问证人，他是在发表代理意见。被告代理人还有问题要问吗？有的。证人，你今天来作证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毒资了，所以想从审判长，对方代理人是在攻击证人。不是的，是杨伟达强奸了我，我真的是被强奸。杨伟达就不是个人。好戏。本院认为，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称的性骚扰存在，因此，本庭宣布，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，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承担。休庭。你还是人吗？怎么不是人啊？我不是陈无良吗？怎么着？大晚上特地跑过来是要骂我一顿？我骂你算轻的，你拿杨伟达的钱就拿那么心安理得呀？我怎么就不能拿杨伟达这钱拿得心安理得呢？我安安分分做事，我赢了这官司，这是我的能耐。你又凭什么跑过来跟我叫板？你是杨伟达的律师没错，你为他做辩护是你的职责所在，但是你在法庭上玩的那套不择手段对付夏琳琳那一手，你还有人性吗？有人性就不是陈无良了。罗律师啊，是不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输的官司？我承认，夏琳琳对我们隐瞒了短信的内容，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职和不细致。但是夏琳琳被杨伟达伤害成那样，你还逼她在法庭上出丑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她造成的2次伤害会有多大？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是你错了。
他是你找来的证人，他不是当事人。你的当事人的名字叫郭玉，你最应该考量的是郭玉的利益。夏琳琳很可怜，我承认，又怎么样？你是当律师的，当律师的不可以也不能让自己的同情心左右自己的判断。夏琳琳，她隐瞒了所有对她不利的短信内容，这是人性，可以理解。但你呢？你是郭玉的律师呀。你因为同情夏琳琳，忽略了所有潜在的风险，没有保护好自己当事人的利益，你失责。还有，你跑过来跟我吵什么？吵什么？你有吵的这功夫，你不如去劝郭玉，让他去上诉。你觉得杨伟达有罪可以呀，他该死，拿出你的能量来，找到证据钉死他，而不是跑到这儿来跟我找寻正义的存在感。还有。你不是叫我陈无良吗？那我还真就无良了。我还有很多的手段没用呢。你想要正义是吧？先把那些业余泛滥的同情心扔一边去，你赢了我再说。你觉得杨伟达有罪可以呀，他该死，拿出你的能量来，找到证据钉死他，而不是跑到这儿来跟我找寻正义的存在感。陈硕说的对，我们确实是因为夏琳琳的证据失去了判断，没有做出对郭玉最有利的选择。哎呦，我这还特意跑去骂了一顿陈无良，你说我反杀，哎，妥妥的反杀。我当时被他怼得哑口无言的，恨不得就找一地缝自己钻进去得了。我不是就等于输不起吗？你确实挺输不起的。我要不是郭玉的律师，我当时要坐在旁听席上，我都得为陈硕喝彩。这一仗赢得漂亮。来，信陈无良吧。也不知道郭玉现在怎么样了。今天晚上他肯定也不好受。唉，我希望他能比咱们坚强点吧。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坚强？是我们无能，错又不在他。你说他还会上诉吗？应该不会吧？这官司都打成这样，也没必要。还真的不甘心呢。来了！我是律师，我的当事人没有义务接受你们的采访，你们不要再骚扰他了，好吗？郭玉，邱律师，邱律师，地方不大，你们随便坐。郭玉，
你这是要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回老家。你是打算放弃了？我输了。郭玉，其实我们还有上诉的机会的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和你们也说过，当初打这个毫无胜算的官司，只是想对自己有个交代。现在我有交代了，甚至比交代还多。我知道了，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。谢谢你们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，但哪怕再加上你们，也是碰不过的。所以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回老家了。郭月，官司可以不再打，但是你也别回老家呀。难道打完这场官司过后，我还能留在京北吗？你可以不留在京北，你可以去别的地方，但是你也别回老家呀。你回了老家，就等于选择原来的生活。你真的还能适应原来的环境吗？那我想想吧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谢谢你们。那郭玉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。这就是理想主义付出的代价。秋华，这事儿怪我，你一向比我实际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不过不要紧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更何况咱们才1年级，明白过来不算太晚。哎，以后这种案子啊，打死我也不接了。拿什么理想啊、正义这种大词儿往我脑袋上砸，我也不接了。我要是再犯糊涂，你就踹我。等回去，咱们就去找陶律师，把那个专利案给要回来。咱现在已经是上升到年入几十万的律师行业，只要咱们不犯糊涂，年入几百万，那只是时间的问题。野心再大一点儿，过个10年8载的，想赶超方力宏，那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么一想，哎，也挺乐观哈。哎，对了，昨天在法院门口那给你献花那粉丝谁啊？你男朋友啊？现在不算是，以后有可能吧。啊？他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啊，就是对我挺好的，很忠诚。嚯，说还不是吧？追你忠诚就够了。以前我可能也不太甘心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可能也不错吧。为什么呢？安全感。哎呦，不是你现在只要你乐意，你马上就能年入几十万，你还能没有安全感？大姐了，你看看我，这背着1000多万的债务呢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他叫张全全，这名字还挺有安全感的哈。听着挺玄乎的。哼，哎，你别怪我心直口快啊，我就是觉得你值得更好的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让你再选择一次的话，不考虑安全感吗？哎呦，我真多嘴，我嘴贱，我以后再不问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一会儿这个桥你就出去，然后把我放地铁口就行。干嘛去？我去办点事儿。行吧。当初我就不同意接这个案子，结果怎么样？居然弄一个瘾君子到法庭上作证，
让咱们所成了法律界的笑话，对我们所的声誉造成多坏的影响啊！老韩，不就说个案子吗？这是一个案子，但它仅仅只是一个案子吗？案子不是不可以输，但是得输的有体面。这个案子影响多大呀？啊！我在旁听的时候，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打官司呢，有输就会有赢，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来说，无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，还是当事人的利益考虑，都必须选择最有利的。这个案子当初我们合伙人会议上都讨论过，方律师，你不是不知道这胜算很小，既然胜算小，输了那影响又很大，那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啊？案子可以输，但不能输得蠢。现在这案子就是输得很蠢的那种。当初我就不建议他们打性骚扰。好了，都是我对不起大家，可以吗？方律师，您不能认错，坚持正义哪儿错了？你们能不能有点正义感啊？明明知道那些女孩就是受到性骚扰了，罗律师和邱律师也尽了全力了，怎么还能这么说呢？小叔，这个案子的确是我们打输了。输了又怎么样？正义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。电视剧看多了。你才电视剧看多了呢。哼，在法庭上罗云子他们出状况的时候，我看笑的最开心的就是你吧？自己的人打输了，怎么那么高兴呢？啊！我看你就是巴不得咱们律所出丑。你怎么冲我来了？我哪儿高兴了？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你嘴角都咧到耳根了。我真看不起你这种人。方律师，你不能认错，你没错。夏叔，大家在做工作总结，案子输了，经验教训要汲取。坐下。真对你们失望。小叔，小叔，别介意啊，这孩子还是没长大，太年轻。还没长大，你让他当合伙人呢？老韩，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如果不想让他待在刑辩部，他可以跟我啊，我要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官司是输了，但这个结果，咱们事先就已经想到了，对吧？作为律师，除了赚钱，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。这个案子，这几个年轻人坚持要打，是我同意的，我支持的。什么后果，我来承担好了。但是不要对他们冷嘲热讽，年轻人的热情是需要得到保护和支持的，各位。罗律师，方律师让您回来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方律，进来。您找我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当初应该听您的话，只让他出证言，不让他出庭就好了。方律，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以后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。可是我心里还是不服气，毕竟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它发生过，对吧？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大呀？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就算当事人他再找回来，你也不要趁这个茬，明白吗？
那我走。王磊，我入职第1天，你在大堂里对我们说那些话，你说面对现实吧，英子。我随着风吹过的方向，追着阳光的土壤，自由生长。风说着，别停下你的追逐。叶秋华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接下来的事儿，咱们俩商量商量呗。英子，我在外面有事儿，我晚点回去再跟你说啊。不好意思啊，田女士，您之前一直在杨总的公司吗？哦，我之前在别的部门，刚调到杨总的办公室不久。公公，路上没堵车吧？还行。杨太太您好。不用叫我杨太太，我姓田，叫我田总就好。请坐吧。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照顾，黑夜只是清晨的雾，接受一切苦味重来，我有我的明天等待，会不慌不忙，做自己温柔的光。干杯，刘太太。你吓死我了！别瞎碰啊！告你性骚扰！对不起对不起。给他加一杯，算我账上。好的。不用，这点酒钱我还花得起。服务员，我不要了，给他一杯，我结账。这点小钱谁没有？怎么对我总是这态度呢？就因为那案子，不至于吧？那就是一案子。要不这样，你认哥当师傅，我教你怎么打官司。我觉得你这块朽木上不掉。你教我打官司？你别大言不惭了啊！不就是没长良心吗？没良心这事儿学学就会了。输了官司就这么没风度吗？陈硕，聊两句。哟，这刚几天又换一个。哎，就这么厉害，追我的女孩排着队呢，甩都甩不掉，怎么办呢？那这回这叫什么呀？是叫丽丽啊，还是叫芳芳呀？倩倩，一空姐。行。哎，换得这么勤，就不怕遭雷劈呀？我还乐在其中。陈硕，这是介绍一下啊，不用了。陈硕，咱们俩都分开这么久了，你能不能就别再缠着我了？倩倩，再见。我跟他。喂，秋华。喂，英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赶快回来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不是你是不是变态呀？现在都几点了？都快10点了，你还加什么班啊？那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你要是睡不着，我去接你，咱俩出来喝一杯去啊！你马上回来吧，我就在办公室等你，啊！快快快！真有病。
邱律师，邱律师回来啦！我告诉你，你呀，就得跟我学一学，就算是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的，也得打扮漂漂亮亮出去喝一杯。杨伟达完了。什么？杨伟达完了，他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，他会变成一个穷光蛋。被谁啊？被他老婆。快坐下坐下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说。我们将会有一个大案子，如果打得漂亮，能挣很多。不是谁给啊？杨太太。不是秋华，你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去见杨伟达的时候，他身边那个新来的女秘书？小田儿，杨总，给2位律师端茶。好。哦，你是不是说那个姓田那姑娘？对，就是她。我当时就注意到她了。如果连郭玉都逃不掉杨伟达的咸猪手，那她更逃不掉。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暗中查了一下她的资料，又私底下问了一下郭玉，原来那个女孩是杨太太的亲侄女啊。杨太太也姓田。不是，那这杨太太没事儿吧？她不是把家里人送入虎口吗？所以说呀，就有2种可能。一种可能就是杨太太一点都不知道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太太知道，故意把自己的侄女安排在杨伟达身边监视他。你想想，这几年杨伟达身边的女秘书跟走马灯似的换。对，他那办公室里安那监控，杨伟达不可能给自己安监控吧？肯定是他太太偷偷给他装的。这女的可真是个狠人哈！秋华，你也是个天才。还有更狠的呢，我就暗中通过小田联系了一下这杨太太。刚一开始她不表态，等咱们这边庭审一结束，她马上就来联系我了。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模一样，杨太太早就知道杨伟达的臭毛病，她之所以隐而不发，有她自己的目的。目的？这公司是杨伟达的，但是这女的想离婚，所以他就给拿到杨伟达出轨的性骚扰的证据，从而就可以谈一好价钱。就是这样。这公司是杨伟达创立的，杨伟达是大股东，占35%，他太太占7%。离婚不是目的，把他的财产剥夺干净才是杨太太的真正目的。哎呦，这女的可太厉害了。他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，是因为担心还不足以把他剥夺干净。那就看田总您怎么想了。您是想一辈子和一个总是背着您在外面偷鸡摸狗的人绑在一起呢，还是选择离开他，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？其实婚姻啊，也不一定非要有夫妻之实。你可以把这场婚姻看作是合资企业，只要能让利益最大化，各过各的也没什么不好。那就要看这个合资企业中，您的合伙人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风险了。这次郭玉的事情应该算是一个风险提示吧。只要您丈夫毛病不改，这个风险总是存在的。这次是郭玉，下次可能就是别人。那下一次您的丈夫还会这么幸运吗？再说了，您可能只是觉得现在的社会舆论对您丈夫是有利的，但社会舆论这个东西您也应该理解，不定什么时候风向就转了，到那个时候您的合资企业可就危险了。说的有道理。那如果我选择离婚的话，你们能帮我从他身上拿到什么？您想从他身上拿到什么？拿到他的一切。他名下的股份，所有的股份转到我名下，这个你们能做到吗？这要看您手里的证据有多少。不少。被他骚扰过的女孩不止郭玉一个人，凡是单独进入他办公室的，他都骚扰过。伟达基金资助过的那些女孩子，无一幸免。这些证据够吗？
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个人建议，别打官司，私下跟他谈判。这个我同意。他这个人我清楚，不能把他逼急了，不能让他破罐子破摔。他要么保名，要么保钱，而我想要什么，你最清楚了。现在，所以我们只能和他私下谈判，拿着这些证据，逼他放弃股权，逼他净身出户。你很厉害，田总，您更厉害。愿意接我的案子吗？当然。你的代理费想要多少？100万。胃口不小。英子，这一次咱俩还是一起打，还是4-6分，但这次是我6你4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，这杨伟达一定会答应他老婆的要求，放弃股权，保住名声，毕竟他是靠名声起家的嘛。明天咱们就可以去签协议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这事儿那就这么结束了？可是那些被他性骚扰的女孩们呢？咱们不是已经帮他们惩罚杨伟达了吗？那他们遭受的侮辱就这么默默的给略过去了？不是，咱们已经试过了呀，法律拿他没有办法呀。再说了，那把他的财产剥夺干净，这还不行吗？那怎么叫剥夺干净呢？这顶多就是把他的财产转移到他老婆手里，但还帮他保住了名声。只要他有好名声，等他以后东山再起了，他还可以再赚着钱。到时候他还可以凭着这些名声和钱再去霍霍其他女孩，不是吗？可是那些被骚扰的女孩，她们自己不愿意公开的呀。她们不是不愿意公开，是因为她们知道法律线拿杨伟达没辙呀。而且就现在这样的方式，就把他的行为就直接变成婚姻纠纷了。没准那社会上还有好多人会认为是郭玉对他纠缠而造成的，这样就对郭玉和那些受伤害的女孩就进行了2次的伤害。你没想过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可能也是刚才喝的，头有点疼。我觉得，要不然改天再聊。我也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就不出去自己一个人喝酒了。这案子你做吗？你要不做，我就找别人做。反正我是要做的。你可以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不管遇到任何问题，首先都得用钱来解决。那你为什么把从老韩那儿拿来的案子又丢回去呢？那是因为我一时昏了头了，行吗？追求正义是需要代价的，我现在还付不起。你要不做，我就自己做，我是不会舍弃这100万的。秋华，这案子是你靠你自己聪明敏锐得来的，你应该接。但是，我还是先不做了，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。抱歉。道什么歉呀？你知道我有多烦你吗？再次道歉。在我面前充什么道德模范呀？你知道我没资本是不是？不是秋华，你这么说你自己高兴舒服，还是我心里就高兴舒服了？我就是心里过不去，怎么了？郭玉这件事情对我刺激有多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要说到资本，还有比他没资本的吗？他都把身家性命都托给我了，而我呢，我把人官司给输了，还输这么不体面。人家刚走，我就把人遭遇这一切视而不见，我做不到，我心里过不去，你就不能容我缓2天吗？
该歇歇，别听我的，我说我自己的。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结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喂，田秘书，邱律师，我姑姑想问一下，咱们今天能签协议吗？今天签也不是不行，那我的建议是先别着急，我还是要看看证据，然后再跟田总商量一下谈判的方案。我姑姑的意思是看证据可以，但是得去她那儿看，只能看不能复制。哦，行，那我安排一下。也麻烦您问一下田总，然后咱们商量一下时间，好吧？行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再见。哎，厚着脸皮要回来的啊！有咱们忙一气儿的了。咱们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这专利知识啊，也算是派上用场。杨太太那边刚才来电话了，问今天能不能签协议。你问我呢？我可不敢发表意见。能啊，怎么不能？哎，秋华，我觉得你别受我说的话影响啊。我回去我也想了想，你应该接。咱们现在眼下治不了这杨伟达，有人能治他也是好的。你来接，你把这该挣的钱呢挣到手。我不接，将来如果有可能，我再治他。两全其美，各美其美，多好。那我就跟他签协议了。签呀，赶紧签！哎，这要被那陈无良知道了，他肯定抢了去，你信不信？他连个课本都不带打的。所以他叫陈无良。田秘书，咱们那秋华，你听过一个那个蜈蚣的寓言吗？就是说，曾经有一个蜈蚣啊，它有36对腿儿，一直都滑动自如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遇到了一个别有用心的青蛙，青蛙就跟他说：“呱呱，当你第2对腿儿动的时候，你第16对腿儿在干嘛呀？”然后这个蜈蚣呢就开始苦思冥想，你猜最后怎么着？蜈蚣不会走路了。哎，对了哟，我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别想那么多，你就把自己当成咱们那组合里面的那个敢死队，冲在前面。哎，就这样。哎，您好，罗云子。什么？哦，好的，我们马上过来啊。说有人找咱们，谁呀？你好，是王先生吗？对。
哎，您是罗律师，这位是邱律师。是的，您好，王先生。你好，请坐吧。那个，您今天来是想咨询一下法律哪方面的问题呢？我不是来咨询的，我叫王建良，是夏琳琳的情夫。哦，那天开庭的时候，您是不是在旁边旁听来着？是，毕竟我和夏琳琳曾经有过那么一段。夏琳琳确实太不幸了。王先生，那您今天是？夏琳琳说的都是真的。当然，我们也相信是真的。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能证明。我有证据，杨伟达强奸夏琳琳的证据。就这些，够了吧？能证明他是强奸吗？王先生，这个视频的来源您是怎么拿到的呀？我以前很喜欢琳琳的，以我这样的条件，能找到琳琳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疼她是好。可我们结婚以后，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，经常又哭又闹，晚上还做噩梦。我就问她怎么了，她最后把事情都告诉了我。我想你们应该理解啊，我是个男人，自己老婆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像吃了个苍蝇一样。我就背着琳琳找到了那家酒店，好巧不巧，我有个老乡在那儿当保安队长，他帮我找到了这个，我把它拷贝了下来。这件事像根刺扎在我心上。我和琳琳的关系从那之后就不好了，再后来就离了婚。我们离婚以后，我听说她吸上了毒，我知道吸了毒的人是招惹不得的，所以和她彻底没了联系。后来，我又娶了一老婆，现在也成了家。听说了有人告杨伟达他出庭作证的事儿，我把这件事情想了起来，所以才偷偷的关注他。这才几年不见夏琳琳呢，没想到她会变成那个样子，都是那杨伟达害了她呀。毕竟是自己喜欢过的人，我很难过，更不可能看着杨伟达那老流氓就这么溜过去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可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刚才也跟你们说了，我又有了家，所以这件事得保密，不能让人知道这视频从哪里得到的。我可不想卷到这件事里去啊。方律，我们找到证据了。方律，怎么样？这么开心？那肯定啊，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了。
可是这个案件的性质变了，这是强奸案，是公诉案件，恐怕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。可就算是公诉案件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他的，对吧？当然，这是杨伟达犯罪的铁证，就算我们想包庇也不行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挺重要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它会影响我们和董先生的合作。据我了解呢，董先生和杨伟达关系很好，况且他现在又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所以这件事情我要想一下怎么和他沟通好。但您刚刚也说他们俩私交很好，会不会？应该不会。董先生不是一个糊涂人，我想他不应该选择和一个强奸犯站在一起吧。行，那方律我就先回去了，等您消息。哦，对了，这我得拿走，能不能让我备份一个？不能，我们对来源有个承诺的。这才是个律师的样。方律，那我先走了，等我下。嗯。我刚跟方律说了，方律的意思呢是说先去安抚一下董先生，也应该，毕竟董先生现在的公司是咱们的大客户嘛，这也包括咱们俩的利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杨太太的证据失去意义了。对，她手里的证据是性骚扰，现在变成强奸了。公诉了，她手里的证据就没有价值。刚才方律也是这意思。不过秋华，咱们俩这性骚扰的案子，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种程度了，咱们也得支持夏琳琳报案，对吧？咱不能看着那条色狼祸害了这么多女孩以后，还可以涉险过关，是吧？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这个王建良再三要求咱们保密，夏琳琳现在又在戒毒所里，咱们可以先代理杨太太的离婚官司，等离婚官司打完了，再让夏琳琳拿着证据去报案，这样可以把杨伟达的财产先剥夺干净，再把他送进去，两全其美，不谋而合。这个有好的去做个备份，我现在就去跟方丽红说。走吧，杨太太已经在会客室里等了。我干嘛去啊？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我不会和别人搭档的，咱们俩是一个共同体。我只跟你一起打，代理费46分。那走吧，别让人杨太等急了呀！快点。谢谢田总对我们的信任。田总，谢谢。那咱们谈谈案子吧。田总，您必须先提供您掌握的证据给我们。这没问题，可以提供。但是我提供你们之前，你们得给我签一个保密协议。你们得保证我提供的这些证据只能用于你们和杨伟达私底下的谈判，不能公开给任何人。
没问题。不过您放心，其实就算没有这个保密协议，我们律师也有保密的义务，不然我们就别做了。田总，您这边的底线是什么？杨伟达所有的股份，我想全部都收了，价格当然越低越好了，最高不能超过5000万。考虑到伟达集团现在的市值，这个谈判的难度不小啊。所以啊，我花这么大的价钱请你们。田总，如果按标的算的话，我们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们现在可以先做前期工作，什么时候跟他谈判，等我消息，我给你们通知。您不着急离吗？您不怕，万一他听到了风声，再转移财产？这个倒是不怕，除了你们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想离婚。主要这几天有一个突发状况。什么突发状况？杨伟达，他爸前2天突发脑溢血，现在还在医院里。他爸爸在公司里边有9%的股份。明白。他爸有几个孩子？就他一个。杨伟达自由项目，万一他爸去世了，杨伟达就变成唯一的继承人，那他手里的股份就从35%变成了44%。这44%你要价5000万。但是您给秋绿开价100万的时候，他手里的股份才35%。挺厉害，这么会算。是。只要你们给我用5000万以里的价格收了他是44%的股，我给你们再加20万，120，怎么样？那老爷子也很有可能康复呀。没这可能性。我跟他的医生谈过了，应该是没几天了。田总，那还得麻烦您先把那个证据给我们看一看。这着什么急？等老头死了再说呗。这个视频除了王建良知道，当年那个酒店的保安，也就是王建良的老乡，他也知道。方律，一个秘密如果3个人知道，那就不是秘密了。而且这个案子已经听价皆知了，万一再有人想打这视频的主意的话，那杨太太这离婚案还有吗？如果杨太太这个案子没有了，那我们的120万也没有了。杨老爷子的病现在怎么样？半年？1年？护士是这么说的。方律，是有这样的事儿，就算是变成植物人，那躺个1年半载、10年8年的也都有。这梦确实长了点啊。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是有人想起了这个视频，我觉得提供这个视频的王建良就很有可能。这可是杨伟达的犯罪证据，我估计他会拿着这个视频敲诈杨伟达一笔。杨太太现在也算是我们的客户了，我们有义务要对她做一下风险提示，告诉她股权谈判也好，离婚也罢，暗示她有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她最好马上行动。但是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能明确的告诉她我们手里有这个视频的事情。秋华，我就突然觉得哈，其实刘明跑了对我来说是好事。你想想，就你的枕边人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各种算计，多吓人！还好他及时跑，他要不跑，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发生。这话也就你能说得出来，这就是你的安全感。这你身边没敌人更安全。哎，这丈夫是什么呀？最危险的爱人。不好意思啊，田总，我们来晚了。田总，怎么回事啊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尽量不见面吗？如果让杨伟达知道就麻烦了，很危险的。正是因为感觉有危险迫近，我们才着急要见您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杨伟达的秉性您是最了解的。
那天法庭上，夏琳琳说她是强奸，别人可以不信，但您一定知道这是真的。强奸这种事，万一被人知道了，并且证实了，性质也就变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有人手里有证据啊？我们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，只是给您做一个风险提示，田总。前几天的案子虽然我方输了，但是这个案子您是知道的。万一有人手里有证据，我想这危险可能也就很近了。我们作为律师，有义务给您提这刑。会有这个可能吗？会。那这样吧，我也不想再等了，那9%我不要了，所以你们赶紧谈判，马上离婚。明天我要出差，所以我不在。你们要是谈判好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回来签字。还有啊，既然9%我不要了，那咱们还是按以前的走，100万。不行，必须是120万。您别忘了，我们还及时的给您做了风险提示呢。行，还按120万，可以，但是要抓紧。杨总，2位律师到了。2位律师又有什么事儿？杨先生，我们代理您太太来和您谈协议离婚。我太太？她现在飞机上，委托手续在我们这儿，等我们和您谈完了，她就回来。我不找他，我找我的律师。2位美女好，吴正义啊，这怎么呢？现在连破坏别人家庭的钱你能办？不敢不敢，还是需要跟2位前辈多学习。聊正事儿。这是杨太太，也就是田总给我们的委托代理文件，委托我们来跟杨先生谈离婚的问题。离婚？杨先生，这杨太太之前跟您提过离婚的事儿？没有，我也很意外。所以说，离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这杨太太不用露面的呀？她本人正在外地出差中，所以全权委托给了我们。但这样也能看得出她对离婚的决心吧。行吧。那现在杨太太都开了什么条件啊？田总要求杨先生把自己在公司的全部股份，据我们了解是35%，全部转移在田总的名下，作价不超过3000万。什么？他疯了吧？这家公司是我创办，凭什么要转给他呀？还3000万，3个亿都不止。他应该去问问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是多少。2位啊，这个杨太太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杨先生，您太太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，自然是有她的底气的。您太太给了我们一些东西，您想看看吗？有点闷啊，透口气儿。有点闷。走，我们透口气儿。什么东西？觉得这俩女的手上有什么证据？你觉着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哎，他老婆挺神的，自己不出现，派俩律师来，胜券在握啊。见招拆招呗。哎，杨先生，对不起，您接受他的条件吗？我和我的律师商量一下。好。该你们了。厉害啊，罗正义！但这次是为了正义吗？正义也是要吃饭的。说对了，估计你马上就变成罗无良了。这个人太合理。我原本以为他把他指引安排我的办公室里，就是为了监视我。谁知道他安了监控，拍了那些视频。那些东西要是公布呢？杨总，您现在是想保名还是保钱？我以一个律师的角度跟你说，现在呢应该保名声，名声没了，钱就没了。杨总，咱别着急啊，咱分析一下这事儿。您太太现在没有急于的发布这个视频，只是派了2个律师私下来找你谈判，这证明咱们的议价空间很大。他现在无非就是想让你转让全部的股份，是吧？但我估计啊，你给一半他也能接受，因为那些视频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才有价值。如果他公布了，一旦你这边名声受损，他什么都拿不到，对不对？这女人你不了解，我告诉你，她是一个什么人？她是一个自己得不到也不让你得到的女人。刚才我还跟她通电话，老爷子病，快不行了。我说等几天咱们再来办这个事儿，行不行啊？她说不行，你必须办，必须给我抓紧办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我即便是得不到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。如果公布出去，我就完了。董事会会剥夺我的权利，他会把公司控制在他的手上，把我剥削得干干净净，我就全毁了。杨先生，刚刚您说您父亲病了，脑溢血，还不都是那官司闹的。医生说醒不过来了，只能靠营养剂维持。这就有点奇怪了。怎么怪了？杨总，你是独子吧？换句话说，您是您父亲的唯一继承人，对吗？当然。据我所知啊，您父亲在您公司的股份占比啊是9%。那您刚才说了，您太太呢想把您剥夺干净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怎么还留下这9%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，一些你不知道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呢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危险，而这个危险，也是他们控制不了的。杨先生，有个问题我不太想问，但又不得不问。除了骚扰女孩，你还做过其他的事儿吗？
要不这样吧，杨总，您能用钱解决的，您破财免灾；那解决不了了，咱退1万步说，将来闹到了法庭上，作为您的律师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，为你提供全套的法律服务。老薛啊，咱先撤吧，让杨总自己消化消化，再想想啊。我们告辞。2位美女久等了，看着志在必得呀。这一单赚多少钱啊？我怕我说了你心里难受。我有什么好难受的？100万到头了。200万。杨伟达在里边等你们呢，进去吧。你们不一起进去谈判吗？不谈了，我收费那么贵，我给他省哪儿？再见。他是不想趟这脏水，他趟还少啊。哼，我可以答应他的条件，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他手里还有什么。你已经看到了，他手上还有东西。杨先生觉得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起草离婚协议了吗？可以。我可以用3000万元把股份全部转让给他，但是无论他手上有什么东西，都不能拿出去，必须严格保密。他同意。你说这杨伟达怎么在最后一刻他就犹豫了呢？我觉得有一种可能，他也许知道这视频并不在他太太手上，很可能陈硕提醒他了。真无聊。还有那个王建良，我不喜欢。你说会不会他当年拿着那个视频找过杨伟达呀？好吃的哈，你看，你好，王先生，你是我们老板找你说几句话，我没空，让开。那5万花完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咱们是换个地儿谈，还是到你们家当你老婆面了？我们小区门口有个茶馆，你在那儿等我，我送完孩子就过去找你。你把那东西交给了别人，把你手机关机。怕我录音？我没你那么下作啊。关机了。你违反了我们当初的约定，把东西交给了别人。有吗？哪有？别跟我装傻！而且你给我的还是复制版。你当时就应该想到的。可我们约定好的，不把东西交给别人。可是我是有条件的，你并没有满足我的条件。我已经给了你5万，那个东西它不值5万。敲诈，我可以告你敲诈，行不行？可我们的协议上写的是给我太太的治疗费，我当时和夏玲玲还没有离婚呢。因为你们那些事，她病得很厉害。真是个流氓！你也好意思用这个词去形容别人啊？我就想问你，你把东西给了谁？
告诉了那俩女律师。等等，我再问一句，夏琳琳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？她不知道，因为你们当时发生那些事，我已经动了和她离婚的心思，所以啊，就瞒着她去找的你。真的是个流氓，赔上。回来了。该回来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说呢，怎么突然就停播了？你说啊，当初嫁给我的时候，你一文不名，现在呢，身价上亿了吧？你还想要什么呀？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要你。嫁给你之后，我什么都想要，但除了你。